下河奔到你面前，泪流满面，面羞相对无言，怕梦再敷衍，惊了双飞燕。此生可否千里共婵娟？满天星辰都不尽缠绵，晚风又吹来无数思念。晚风又吹来心在山水间，谁说古难全？一生一世都是初相见。那小姐说要同我做的夫妻，是做一夜、做一月，还是做一世的？这……你这人真是乖，只要在一道快快活活，你管它是一夜、一月还是一世的。茶园里要种下茶种，就算我手段再好，也不能保证每一棵都能成树采叶。我同你相好多久，我应下来也不作数，少不得天意成全。这话不像是好人说的，我也绝不会上小姐的当。你又不给个准期，是我不肯从命。你脚下是信方阁，剑壁住着燕郎君、白郎君，我表弟也在呢。你千哄万哄都不肯，难道我还非要强逼不成？了不得，再寻旁人就是了。你哪儿也不许去。怎么，陆郎君改主意了？夜已深了，还想去找谁？今夜就这么睡吧。小姐何时给了准信，咱们再做夫妻。我有我的骄傲，小姐不要强求。你真是个呆瓜。山上明月洒落一张苍凉，躺入大海草间放牛羊。那思绪化作酒水入愁肠，
郎君。 一大早不在自己房间里，白郎君，你这是打哪儿回来啊3更天便醒了，心绪烦躁，睡不着，本想私下走走，到院后的那棵松树下坐一坐，没想到竟然靠着睡迷了，让文兄见了笑话。白郎君，你不必理他，他见了谁都要骂上2句，疑神疑鬼，满腹怒火，不过是迁怒罢了。 了解。那是陆郎君的房间。郎君，郎君，那个杨鼎真他死了。 祖母为大姐姐择婿，本是一番美意，何况那杨家与我家素有交情，就算大姐姐眼高于顶，相看不中，也应处处以礼相待，客客气气的把人送走，才算全了2家颜面。奈何大姐姐倨傲无礼，对求婚者视若无物，呼来喝去，把人都得罪尽了。明明自己亲口许的婚，却不知为何中道反悔。 把杨郎君独自丢在新房，这才闹出事来。四妹妹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杨鼎臣占了齐兰院，私自定下了合卺日，可曾禀过祖母了？又得到过谁的允准？分明是个无赖汉，打不得骂不得，难道还躲不得了？自打此人来了荣家之后，跋扈、狂妄、嫉妒成性，信房阁里的郎君哪一个不曾遭过他的毒手？ 自家招人恨被毒杀了，怪得谁来？人毕竟死在了齐兰院，只怕杨家不肯善罢甘休呢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温良恭俭、宽柔大度的你不要，偏偏看中了他。 难怪祸事临头。老夫人，杨家来人了。不消祖母劳神，孙女的事自会处置妥当。侄儿啊，我的好侄儿啊，叔来迟了呀！父亲，叔来迟了。家父周闻堂兄罹难，一时哀伤过度，有失常情，还望大小姐见谅。诸位，别慌，别慌，是我之过，未曾事先讲明。三郎
同我那短命的侄儿原是双生兄弟，但他自幼过继到我这一房，做了我的儿子。死去的是他双生哥哥，大家不必惊慌，别怕，别怕。杨郎君在我家做客时不幸身死，荣家也难辞其咎，杨师伯还请节哀，有话进府再说吧。鼎臣是我杨家最出色的儿郎，绝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郎知县奉知府大人之命，亲至荣家踏勘，当众验看尸身，请荣小姐行个方便。依稀是人的血液，只有残缺的半枚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婢子一直带人守着，不曾有外人出入。开门。是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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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如此歹毒我？二叔来晚了，怎么如此狠毒啊！二叔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，你放心吧，侄儿。为公道的。这让我怎么向你？事发后，我着下人看守，不准任何人搬移尸身，就是为了留给官府验看。我派去报官的人刚刚回转，郎大人的官轿就到了。大人来得可真快。本官重责在肩，要保一方百姓平安，亲自勘验是责无旁贷。父亲，父亲是长辈，为堂兄痛断肝肠，反叫他魂灵不安，万万保重身体，才好为堂兄报仇啊！逝者已矣，杨老爷过伤无益。本官既然来了，定会查明真凶，还杨郎君一个公道。开宴。父亲，吾作查验，外人留此不便。况荣大小姐弱质芊芊，见不得此场面。你还是先出去吧，这里有我照看就行。加油！是。
引客人大厅待茶。是。大人，请。大人。哦，不忙不忙。荣老夫人近来身体可好？自我上任以来啊，荣务缠身，这一向疏于问候，实在是惭愧得很。今日既到了荣府，定要去拜会的。我为大人引路。有劳。哦，衙门例行盘问下人，恐怕多有冒犯，还请荣大小姐行个方便。茶宴已完毕。大人，我想和哥哥说两句话，可否行个方便？瞧，连司南玉将都分不清这两块玉。当年母亲说你我的生辰八字只差一刻，可就是这一刻，你成了镇宅的官窑瓷，而我却是上不得台面的仿制瓷。他们都说你是杨家最出色的儿郎，可是你死了。你死了！你死了！你死得真好啊！且看我如何用你的眉眼继承家业，用我的骨血替你引河锦脚。我要向世人证明，我才是杨家最出色的儿郎。我的好哥哥。杨郎君原本是住在信芳阁的，我领二位去看看。好，烦您费心了。好大的宅院啊，果然是大家气派啊！琼楼仙阁怕也不过如此吧？杨郎君真是好生为辅啊！燕郎君，二位这边请。好，来，你看那边。哇，陆郎君这是怎么了？心中鬼祟，遮遮掩掩，依小的看呢，那杨郎君定是叫他害了命。住口！若是让衙役听到，可就冤枉了好人。
今日来荣府的那位知县。怎么？你识得他？他很面善，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这位郎大人受知府徐松卓拔，今任纯宁知县，几次三番递了拜帖，都被荣家拒之门外。今日好容易借了办案的由头，坚持去拜会我祖母。崇禧堂上逢迎巴结，百般勒索财物，为人做派叫人不齿。刚才在房里，可有发现什么？你这是？那虚影在不起眼处，又只剩下半个，外人难以辨认。不过从足印上看，此人鞋头尖尖，底平而薄，木底子上还早有花样。如此小厮，定然是个女子。杨鼎琛武艺超群，臂力过人，什么样的女子能潜入深宅将他杀死？再者，鞋底下雕花样的人多了，难道要一个个捉人来对？可这不是普通花样。小姐，那位郎大人将小姐、郎君们都请了去，说是要堂上问话呢。我会去查的。祖母允他7日勘察，府中难免衙役走动。你身份未明，仇家也不知是哪个，有事尽管吩咐军带，轻易不要露面，免得引来祸事。都怪婢子疏忽，竟不曾留意到这细处。他的身上真的不见那菩提手镯。这事说来也怪，今早婢子一得了信就去搜身，确实不曾看见。小姐，您说会不会是金生？那杨鼎琛作恶多端，落得这个下场，何该是他咎由自取？燕兄何必为他烦忧呢？温郎君莫怪小的多嘴。今日衙门里来了人，把信方阁里个个都审到了，就有一个人窝在房里，面也不露，分明是作祟心虚。小的看呐，那杨郎君定是叫他给杀了。你再胡说八道，就给我滚出去！我再也不要你了。小的不是家生子，不懂什么大家规矩。郎君从死人堆里把我救出来，待小的恩比天高。万一那陆管事真杀了人，早晚要祸害郎君，小的怎能不言语？你是说？陆福生，陆兄助你良多，最是忠善不过，休要听着无知小儿狂言。他才吃了几天烟米，知道什么轻重？无凭无证，绝对不能冤枉好人。温郎君，温郎君，你呀你，满口胡诌，迟早给我惹出祸事。虎狼窝里做不得好人，郎君才要小心提防呢。死了个姓杨的，又来个姓杨的，这场面真是骇人。杨鼎琛桀骜不羁，像只刚出笼的野兽，难以驯服。这位郎君，虽外貌相似，行止倒还算文雅。循例要问问诸位小姐，案发时身在何处，谁人为证？糊涂！你什么你？叫你来荣家是吉凶的，你倒好，错把好人当成凶嫌。大半夜的我不在房里，还能往何处闲游？除了贴身的侍婢，哪里再去寻什么证件？再说，我同那杨鼎琛无冤无仇，话也未曾多讲过半句。我杀了他能有什么好处？叫你这个糊涂官去审案，还不把人屈死了？郎大人，我表妹性情爽直，快人快语，今日冲撞了，望你大度宽宏，切勿介怀。还是我审的不当，不当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合金里得先卜算卜算，问过老祖宗才行。那杨郎君
擅自占了我们齐兰院。大小姐命我家仆妇尽数撤出，连那院子都让了她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。就算有什么差池，也得先审杨家人才是。审过了。郎君，荣大小姐还没回来呢。滚！都滚！杨鼎臣昨夜见荣大小姐迟迟未归，暴怒起来，把杨家下人通通赶走了。大小姐，郎大人并非故意刁难，巡吏都要挨个问话，老夫人也是点了头的。既然诸位都问心无愧，又有何不可对人言？表妹，郎大人不曾叫你堂上问话，已是分外优柔，不如照实讲了，免得叫人说咱们理亏心虚。郎大人，我与几位手帕交办了场茶会，昨日正好轮到我坐庄，便在山居茶社开了一桌茶席，众人长乐轻谈，赏茗听曲，天明时分才回来。二姐姐，这茶房是你自己开的，还不是都由得你说？我这茶社正夜不休，专门招待夜游的侍女贵眷，城里很多人都能为我作证的。昨儿暖房的小厮忽来报喜，说我养的奇坛将开，索性邀了四妹来赏花，3更天才散了，各自回房歇息。我同五妹妹去燕云庵礼佛了，听了1天的经，回来便早早闭门休息了。想必五妹妹也是一样的。好啦，都别绕弯子了。这里最该审的是我，是二姐姐，是五妹妹，一个个抹粉扮丑、敲锣打鼓的，做戏给谁看？也罢，你们都不敢问，那就我来问。这杨鼎臣是哪一个的未婚夫婿？又死在谁的房里头？大小姐吩咐的，赵大夫刚换过。陆郎君，陆郎君，不好了！那边厅里，郎大人逼沈大小姐呢。你身份未明，仇家也不知是哪个，轻易不要露面，免得引来祸事。是你家郎君吩咐你说的。陆郎君，杨家不依不饶的，官府又再三逼问，大小姐面子上哪过得去呀？你得设个法儿，替她开脱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好了好了，郎君都说知道，你还缠什么？你快走吧。设个法儿啊，陆郎君。郎君，大小姐再三叮嘱，不叫您轻易露面。这人在外面百般挑唆，必是不安好心。我知道。大小姐她自有主张，郎君你只管安心吃饭。这饭菜都快凉了，啊！郎君，这饭您不吃了呀？哎，郎君。世侄女，世伯信中你的为人，就问你一句：昨夜本该是你2人大喜，为何我侄儿孤身惨死在信房，而你又去了何处？你该给我们杨家一个交代。有何喜事？
何锦前要进祠堂拜过祖先才算礼成，长辈未准，小姐未应，他强占屋舍操办婚礼，又与强盗合意。你只知道为难大小姐，还有一个更可疑的，还未审过呢。白郎君，卯时我同燕郎君亲眼瞧见你打外头回来。你说你在信芳阁外走了走，可我见你靴上有泥，发间夹了几朵桃花，倒像是从花园走回来的。温郎君就是疑心我杀死了杨郎君。比武场上，人人见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一时侥幸得以性命保全。我凭什么杀他？还有，即便是他死了，齐兰院也轮不到我来住，不是还有温郎君眼巴巴地望着呢吗？与人作嫁的事，哪个傻子肯做？我没有夜不归寝，更没有昧心扯谎。你一个读书人，这样的瞒天昧地、口不应心，这也是圣贤教你的。你昨天夜里到底去哪儿了？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，有什么不能讲的？昨夜他同我一道，在花园东角的假山里望星说话。你敢？他自己认下的仇人，你还要偏袒他？小五，你好没出息！荣家的女儿，光明正大又怎样？这算哪门子丑事？荣家祖祖辈辈的训示，谁敢动荣家的女儿，便是要断我家根骨。管他是什么人，定叫他家业败尽，不明一文。贺郎君可要思量清楚。昨夜二姐姐办的茶会，贺郎君也是席上贵宾吧？你百般如我亲娘在先，屈服二姐姐在后，就许你背信弃诺，不许我另妻良母。天下哪有这等事？二姐姐，这可犯了大忌讳了。贺郎君如此手鼠两端，心性不定，挑唆得我两位妹妹生了嫌隙，坏了荣家的规矩。一旦叫祖母知晓，贺家绝讨不到半点好处。我劝你还是偃旗息鼓，少生事端的好。这都是你逼的。我们的姐妹家事过后再论也不迟，还是先问问正事吧。方才问大小姐去向，你迟迟不肯作答，莫非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没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不中意杨郎君，不愿同他合锦共欢，昨夜另择别处而居罢了。别处？哪里的别处？哪一个的别处？我不问，公堂上也得问。大姐姐，你相不中杨郎君，那你又相中了谁？昨夜你同谁过的夜？郎君，郎君，你不能去啊！郎君，千万不要，万万不可，千万不能啊！我从崖上跌下，命悬一线，他却官袍加身，春风得意，竟有如此巧合的事，只怕是……荣家人只问女儿敬不敬长辈，姐妹齐不齐心，家族是不是兴旺。至于心上人，凭你择选，除非作奸犯科，有辱家声，否则长辈们是不会过问的。祖母总是赞你识大体，顾大局。现下命案出在杨家，众人都交代了行踪，唯独你百般遮掩。除非你那情郎是劫匪盗贼，杨郎君就是叫他杀了的。你说呀！
不要为难大小姐。那个人，叶郎君，昨日是你吗？你就敢认？我认。大小姐明明与我月下谈心，对弈作画，骗过脸来就不认了，我又有何处见不得人的？你，郎知县，怎么？你认识此人？哎呀呀，原来你就是大小姐的情郎呀！难怪了嘛。昨日，我陪大小姐上茶山，有时才下山，虚实泛舟赏景，回府时只闻城头更鼓敲了2下。大小姐嫌我在船上画的不像，便叫我回房里重新画过。至天明时分，婢女来报噩耗，大小姐才出了信芳阁。其实，论起杀人的机心，在座的个个都有嫌疑。我没有什么嫌疑。大小姐要择婿，那落选的不愿自己无能，非要嫉恨旁人，杀了杨郎君再嫁祸于我，便可拔去2颗眼中钉。匡荣家家资殷盛，茶山银海动人心呐。大小姐身犯人命案，偌大家私就有旁人继承了。诸位可别忘了，杨郎君是半夜遇害，5更天光才被发现。那离家的可以折返杀人，相会的也可2两串供。往来作证的又都是荣家的下人，他们的证词岂可轻易凭信？你这是连我们都一并骂了。我又不曾说是2小姐杀人，你恼什么？我们说的话都不可信，那这案子的凶手就寻不到了？郎大人，那房里的血印子已经拓印出来了，衙里的画师也给补全了。这鞋底子雕刻5毒，巧夺天工。本官为破案，敢冒犯一问，是荣家哪位小姐的爱物？怪盗将我们圈起来说3道4的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不认得。众目睽睽，莫非要我们脱鞋来验？足长7寸1分，要验也不难。府里年年都要量身做鞋的，查一查便知晓了。大小姐，那就多多劳烦了。秀琼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还请郎大人派2名衙役相陪，也好洗脱我们的嫌疑。2小姐所虑极是，不止小姐们要验，这荣家的丫鬟仆妇也个个要验呢。陆郎君，本官还有几句话要单独审问，请吧。什么？哎，走，放开我！少放开我！你明知他处处躲避官差，想必有他的苦衷，为什么故意引了他来？叶郎君谦谦君子，为人坦荡，在你心里，这全天下没什么恶人。可此人来历不明，居心叵测，躲闪遮掩，必藏奸心。我这样做，是担心表姐为歹人所害。你是为了你的私心。文秀，你原来不是这个样子，何时
何时皆有妒心，没什么不肯认的。我只是担心此人不怀好意，会伤害我表姐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先下去。你想要杀人灭口？大人，可算找着你了。你别担心，今日入府的都是我的心腹，不妨事的。大人不惜以身为饵，果然引得那容大小姐动了恻隐之心，将你救了去。后来我依约派人在那五回巷等了7日，迟迟不见大人踪影。我料大人伤重难愈，或容家人看得紧，消息不好传递，便时常派人在府外探查。奈何大人每次出府，总有容家人在侧，底下人恐打草惊蛇，不敢上前惊扰。以身为饵。你的意思是，大人，你奉旨调查那魏克俭殴杀妻子杨氏的命案，可容家根深叶茂，容大小姐颇有智谋，又有徐松再三掣肘，案子很不好办。你说那书童庆云时常偷听咱们说话，背后必有奸嫌，便使了个苦肉计，暗度陈仓，潜入容家私房，又叫我借机去投徐松，一案一明，搜集证据。你不是全忘了吧？大人，你要是死了，破此重案的大功就在我脑袋上。是谁同你说咱家大人是孤身犯险？本官奉陛下谕，明任知县实为巡案。本官说要开棺验尸，若有人敢阻挠，便是抗旨。大人不惧强身，不必救粮，一味的逞能显才，反坏了自家心意。走，快！景色破碎于旧月光，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作笔锋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，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莫笑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残阳，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，趁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样心菩提
踏碎旧闻成血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梦渣，爱是刺破虚妄的悍马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文化，用亘古心雕作终章。循例要问问诸位小姐，案发时身在何处，谁人为证？糊涂！你什么你？茶桌礼仪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以茶会友、以礼待人的传统精神。壶嘴不对人，茶壶出口朝向无人处，避免赶客之嫌，即颠倒杯盖，勿随意触碰茶宠。茶桌上的摆件需主人引导方可把玩，即响杯擦盘表达不满，勿反复拨弄茶叶。头道茶不宜推辞，要尊重茶礼。